要理解时间是什么，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上2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对时间的不同理解。在牛顿的时代，时间被认为是绝对的和独立的。在牛顿的宇宙观里，时间就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，均匀的、客观地流淌着，不受任何事物的影响。无论你在做什么，无论宇宙中发生了什么，时间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前进，1秒钟就是1秒。无论你是静止不动，还是以光速飞行，时间都会以相同的节奏流逝。这种时间观念非常符合我们的日常直觉。我们习惯性地认为时间是外在的、客观的，就像一个永远准确的大钟，无情地记录着宇宙中所有事件的顺序和持续时长。然而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颠覆了这种观念。在爱因斯坦看来，时间并不是绝对的，而是与空间紧密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时空。更重要的是，时间的流逝速度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，以及他们所处的引力场强度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时间是可以被弯曲的、被拉伸的、被压缩的。时间不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，而是积极参与到宇宙的运行中，与物质和能量相互作用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结论：不同的人，即使他们都在做着正确的测量，他们所经历的时间流速也可能是不同的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弟弟留在地球上，而哥哥乘坐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去太空旅行。当哥哥经过多年的太空飞行返回地球时，他会发现自己比弟弟年轻很多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已经被实验证实的物理事实。这是因为在高速运动状态下，时间会变慢。对于飞船上的哥哥来说，他感觉时间还是正常流逝的，他的心跳、呼吸、思维都照常进行。但是对于地球上的弟弟来说，飞船上的时间确实变慢了。当哥哥回到地球时，他可能只老了几岁，而弟弟已经白发苍苍。这种效应被称为时间膨胀，是狭义相对论的重要预测之一。物理学家已经通过精密的实验验证了这一效应。例如，科学家们用极其精准的原子钟进行实验，将一组原子钟放在高速旋转的飞机上，另一组留在地面。当飞机绕地球飞行1圈后返回，比较2组原子钟的时间，发现它们确实存在微小的差异，与相对论的预测完美吻合。相对论还告诉我们，时间会受到引力的影响，引力越强，时间流逝得越慢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吗？其实是有的。我们每天使用的 GPS 导航系统就不得不考虑这种效应。地球的质量造成了引力场，而 GPS 卫星在距离地球表面约2万公里的高度运行，那里受到的地球引力比地面弱。因此 GPS 卫星上的原子钟走得比地面上的稍微快一点。这个差异虽然极其微小，但日积月累就会造成显著的定位误差。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在 GPS 系统中加入相对论修正，才能保证导航的准确性。所以，你手机里的地图软件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你在这里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默默地工作着。
如果我们继续走向极端，假设你接近一个黑洞，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其强大的天体，强大到连光都无法逃脱。在黑洞附近，引力场强大到时间几乎完全停止。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，靠近黑洞的物体会越来越慢，最终在世界边缘完全冻结。如果你能忍受被引力撕裂的恐怖画面的话，当然，对于正在落入黑洞的你来说，你的主观时间感觉并没有变慢，你依然会觉得时间正常流逝，直到你被引力撕碎或者落入起点。这个场景告诉我们，时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奇怪的概念，它不是我们直觉中那种简单的均匀流逝的河流。时间的流逝速度取决于你运动的多快，也取决于你离大质量物体有多近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时间本身的一些奇怪性质，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：为什么时间有方向？为什么我们只能从过去走向未来，而不是反过来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概念有关。熵是热力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，它描述了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或者无序度。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，宇宙中的熵总是在增加的，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普遍规律。它解释了为什么打碎的玻璃不会自动重新组装，为什么香水会扩散到整个房间而不是集中在角落，为什么我们会变老而不是变年轻。熵增的方向就是时间流逝的方向，这就是时间的热力学箭头。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房间里喷洒香水，起初香水分子集中在喷洒点附近，系统的熵很低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香水分子会自发地扩散到整个房间，系统的熵增加。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，香水不会自动重新聚集成一团，你无法看到一个已经扩散的香水自动恢复到集中状态，因为这需要熵自发降低，而这在孤立系统中是不可能的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个想法扩展到整个宇宙。在宇宙大爆炸的早期，宇宙处于一种低熵的状态，物质和能量高度均匀地分布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，但我们稍后会解释为什么这是一种低熵状态。从那以后，宇宙一直在膨胀，熵一直在增加，恒星在燃烧，星系在演化，生命在诞生和消亡。所以，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，时间之所以有方向，是因为宇宙正在从低熵状态向高熵状态演化。我们记得过去，是因为过去处于较低的熵状态；我们不记得未来，是因为未来处于较高的熵状态。你可能会想，热力学第二定律与我们的记忆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其实非常深刻。从本质上讲，我们的大脑也是一种物理系统，你的记忆存储在你的神经元连接中，这些连接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结构。当你在大脑中记住某件事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从一种无序的状态对某件事没有记忆，变成了有序的状态，对这件事有了记忆。但是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熵应该总是在增加的。这意味着，从统计上来说，无序的状态比有序的状态更可能出现。那么，大脑是如何能够形成有序的、
存储信息的结构的呢？答案在于，大脑不是孤立系统。我们每天吃东西、呼吸、散热，我们不断在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脑能够在局部创造有序状态，形成记忆，同时让整体环境的熵增加的更多。这意味着，我们形成记忆的过程，实际上是一个将熵从大脑转移到环境中的过程。每当你记住一件事，你的大脑变得更加有序，但宇宙的整体熵增加了。现在，关键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记住的是过去，而不是未来？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系统是按照熵增的方向运作的。我们的大脑只能够记录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，那些已经让宇宙熵增加的事件。我们无法预先记住未来的事件，因为那些事件还没有发生，也还没有让宇宙的熵增加。从本质上讲，我们的记忆不是时间的记录器，而是熵增的副产品。我们之所以记得过去，是因为过去留下了可以被我们大脑记录的痕迹。我们不记得未来，是因为未来还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时间的箭头不仅仅影响我们的记忆，还影响我们整个因果观念的形成。因果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原因会导致一个结果，而不会反过来。如果我扔出去一个球，它会飞出去，然后落下来，这是因果。如果我看到球在空中飞，然后看到它被扔出去，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这违反了因果的顺序。然而，从纯粹的物理角度来看，因果关系并不是物理定律的一部分。在牛顿力学中，物体的运动方程是时间对称的。如果你知道物体的位置和速度，你可以向前计算它的未来，也可以向后追溯它的过去。方程本身并不区分过去和未来。那么，时间的不对称性是从哪里来的？答案又是熵。在低熵状态下，因果关系是清晰的。球被扔出去，然后飞起来，然后落下来，这是一个明确的因果链。但如果我们考虑高熵状态，事情就变得混乱了。在高熵状态下，事物已经高度混合和随机化，追溯具体的因果链变得越来越困难，甚至不可能。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直觉，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低熵宇宙中的事实。我们能够区分原因和结果，是因为宇宙曾经并且仍然在朝着高熵状态演化。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，信息的传递和因果的连接才变得可能。现在，让我们从物理学的抽象世界回到我们每个人最熟悉的体验。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：当你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时，时间似乎在飞速流逝。几个小时的阅读、打游戏或者工作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你甚至会惊讶于时间过得这么快。但当你无聊地等待或者感到焦虑时，每一分钟都像是煎熬，秒针的每一次跳动都清晰可闻。心理学家对这种主观时间体验的差异有很深入的研究。他们发现，我们对时间流逝速度的感知与我们的注意力分配密切相关。当我们专注于一项活动时，我们的大脑高度活跃，不断处理信息，做出决策，执行行动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的注意力被完全占据，没有多余的认知资源去监测时间的流逝。结果是，
我们事后回忆这段时间时，觉得它过得很快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件。相反，当我们无聊或者焦虑时，我们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任何特定的任务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倾向于频繁地监测时钟，不断地检查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。这种持续的监测使得每一秒都变得漫长而清晰，导致我们感觉时间在缓慢流逝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童年的时光似乎比成年后的时光更漫长。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，1年是他们生命的1/5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比例。在这5年里，他们经历了无数第一次：第一次上学，第一次交朋友，第一次骑自行车。他们的大脑每天都在接收和处理大量的新信息。相比之下，对于一个50岁的成年人来说，1年只是他们生命的1/50，而且这1年很可能充满了例行公事和熟悉的生活节奏，没有那么多新鲜和令人兴奋的事件。因此，成年后的1年感觉上比童年时的1年短得多。这种主观时间体验的差异让我们意识到，时间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均匀流逝的标尺。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独特的时间体验中，而这个体验受到我们的注意力、情绪、记忆、新奇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除了注意力之外，情绪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时间的感知。有一个常见的现象，当人们沉浸在一段快乐的时光中，比如假期、庆典、与亲人共度的美好时刻，事后回忆时，往往会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好像一转眼假期就结束了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，快乐往往与低压力的状态相关联。当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时，我们的生理状态趋于平稳，心率平缓，呼吸均匀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对时间的追踪变得不那么精确，于是事后回忆时，觉得时间飞逝。反过来，当我们处于恐惧、焦虑或者痛苦的状态时，时间似乎会变慢。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：人在濒临死亡的关键时刻，时间会变慢，他们能够看到平时注意不到的大量细节。从主观体验来说，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，人们确实报告说时间变得异常缓慢。这种效应可能与肾上腺素的释放有关。当我们面临危险或者极端压力时，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，这是一种战斗或逃跑激素。肾上腺素会加速我们的内部生理节律，让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快地处理信息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们的大脑每秒钟能够记录更多的事件，因此事后回忆这段时间时，会觉得它持续了更长的时间。这就好比，虽然在极端情况下，你的身体只是经历了几秒钟的惊险时刻，但在这几秒钟里，你的大脑处理了大量的信息，以至于当你的身体恢复平静后，你的记忆中说，那感觉像过了几分钟。这种主观时间的膨胀，可能是大脑在危急时刻试图保存更多信息的副产品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对过去的记忆，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原样记录。每一次我们回忆某件事，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构这段记忆，而这个重构过程会受到我们当前情绪、态度和信念的影响。
这意味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对过去事件的时间感知也会发生变化。记忆不是被读取的数据，而是被重新构建的作品。例如，你可能记得童年时的一次生日庆祝，觉得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快乐时光，但实际上，那可能只是2-3个小时的事件，只是因为那次经历给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你在每次回忆时都会重新体验那份快乐，于是这段记忆在主观上被拉长了。同样，一些原本很短暂但带来强烈负面情绪的事件，比如一次尴尬的公开演讲经历，可能在你的记忆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时间份额，让你觉得那次演讲漫长的像过了1个世纪。这种记忆的可塑性告诉我们，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知是一种心理建构，而非客观测量。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独特的时间经验之中，而这个经验既受到客观事件的影响，也受到我们主观心理加工的塑造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时间的本质，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时间流动这种感觉本身是真实的，还是一种幻觉？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。时间当然在流动，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，时间在流逝，太阳升起又落下，我们从出生走向衰老，时间怎么可能不流动呢？但是，让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时间流动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当你思考这个问题时，你可能会意识到，时间的流动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理现象。我们能够测量事件之间的间隔，能够记录钟表的读数，能够描述因果关系的顺序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观察到时间流动本身，我们只能观察到事物在时间中发生变化。这意味着，当我们说时间流动时，我们其实是在表达一种主观体验，一种叫做时间流逝感的内心感受。这种感受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静止的，而是不断向前的。但这种感受是否对应于客观现实中的某种东西呢？一些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认为，时间的流动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学现象，而不是物理现实。他们认为时间本身是不动的，所谓的流动只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投射。我们的大脑将事件序列组织成一个叙事，而这个叙事赋予了时间一个流动的假象。这种观点可能很难接受，但它有深刻的物理学根源。在现代物理学中，时间的方向性是一个谜。为什么时间有方向？为什么我们只能从过去走向未来，而不是反过来？这些问题在物理学上并没有最终的答案。一些物理学家认为，时间的流动可能只是我们大脑对熵增宇宙的一种感知方式。与时间的流动相关联的是另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：什么是现在？表面上看，现在是最明显不过的概念了。现在就是你正在听这段音频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正在经历这一刻。但是，现在真的存在吗？如果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来分析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：现在不是一个客观的概念。原因在于，光速是有限的，任何信息，无论是光信号、声音，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信号，都需要时间来传播。
当我们看到一颗遥远的星星时，我们看到的是它数百万年前发出的光。所以，当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这颗星星时，我们其实是在看到它的过去。同样，你身边的朋友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需要时间从他的嘴唇传播到你的耳朵。虽然这个时间间隔极其短暂，但它仍然是存在的。你永远无法听到此时此刻的声音，你听到的总是稍微过时的声音。这意味着现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，取决于你在哪里，你在以多快的速度运动。对于不同位置、不同运动状态的观察者来说，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的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对于那些相信物理学的物理学家来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幻觉，虽然是一个固执的幻觉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：时间的主观分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可能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组成部分，而只是我们意识的产物。如果时间并不流动，如果我们的大脑只是按照熵增的方向来记忆过去，那么我们关于未来的期待又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，我们对明天有一些期待，对下个月有一些计划，对未来有一些憧憬。我们感觉我们能够做出选择，决定自己未来要做什么。这些期待和选择构成了我们人生意义的重要部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把时间看作是一个静态的、已经存在的整体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同等真实的存在，那么我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呢？在这种观点下，未来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可能性集合，而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。我们以为自己正在决定做的事情，其实只是宇宙这部大戏中已经注定的场景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，我们的选择并没有真正的意义。这种观点被称为永恒主义，一种认为时间中的所有时刻都同等存在的哲学立场。与之对立的观点是 Presentialism， 现在主义，认为只有现在存在，过去已经消逝，未来还不存在。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哲学困难。如果我们接受永恒主义，我们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似乎就失去了根基。如果我们接受现在主义，我们如何解释时间的方向性？熵增如何与一个不断消失的现在相协调？这些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答案，它们属于哲学和物理学的交汇地带，是人类尚未解决的最深层问题之一。但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，让我们对时间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。在讨论了时间的主观体验和哲学意义之后，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物理学的前沿，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理解时间本质的。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运作规律的理论。在量子力学中，许多我们熟悉的宏观概念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。粒子可以同时是波和粒子，测量行为会影响被测量的系统，过去和未来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可以混合在一起。那么，时间在量子力学中扮演什么角色呢？首先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能量不是连续的，而是以量子的形式存在。在量子力学中，许多物理量都有最小的单元，
你不能拥有半个或1/4个这样的单元，那么时间是否有最小的单元呢？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一些量子引力理论提出，时间可能不是无限可分的，而是存在一个最小的时间量子。在这个尺度下，时间可能不再是我们熟悉的连续流动的形态，而是呈现出一种离散的结构。如果时间真的有最小的单元，那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。我们将不再是简单的讨论时间流动的多快，而是需要理解时间本身的离散本质。但这个尺度可能极其微小，远远小于我们目前任何实验能够探测的范围。另一个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时间理解的理论是弦理论。弦理论是当前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之一，它试图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。在弦理论中，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不是点状的粒子，而是一维的弦。这些弦的振动模式决定了它们表现出来的性质。弦理论有一个令人惊讶的预测：我们生活的宇宙可能不只有我们熟悉的4个维度、3个空间维度加1个时间维度，而是有多达11个甚至更多的维度。这些额外的维度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？一种解释是，它们极其微小，小到蜷缩在我们无法直接探测的尺度上。另一种解释是，这些额外的维度可能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熟悉的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时空结构。如果时间本身有额外的维度，或者时间与其他维度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，那么我们对时间本质的理解可能需要彻底的修正。时间的流动可能只是某种更复杂时空结构在低维投影。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，也是检验时间本质的理想实验室。在黑洞的事件世界内部，引力如此之强，以至于时间的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，在黑洞内部，时间和空间的角色会互换，你会不断走向黑洞的中心，而不是不断走向未来。在黑洞内部，未来不是时间上的前进，而是空间上的下降。这意味着，在黑洞的内部，时间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流动的形态，它可能停止，可能变得混乱，或者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存在。当物质落入黑洞时，它携带着信息，它是什么，由什么组成，过去经历了什么。这些信息会随着物质一起落入黑洞。那么，这些信息会永远消失吗？还是会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？这个问题被称为黑洞信息悖论，是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。如果信息确实在黑洞中丢失，那么热力学第2定律将被违反。如果信息被保存下来，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逃离黑洞，或者编码在黑洞的表面。黑洞信息悖论的解决，可能需要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时间的本质。某些理论认为，信息可能以全息的形式编码在黑洞的表面。黑洞的表面就像一张全息照片，包含了关于落入黑洞的所有信息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时间中的存在。也许过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确定，信息可能以某种方式跨越时间的方向流动。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：
为什么时间有方向？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不是未来？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宇宙的起源有关。在宇宙大爆炸的早期，宇宙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，它的熵非常低。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，因为通常情况下，随着宇宙的演化，熵应该增加。一个均匀分布的高能状态竟然是低熵的，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觉相悖。为什么早期宇宙的熵如此之低？目前没有确定的答案。一些物理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事实，我们需要接受它。另一些物理学家认为，解释早期宇宙低熵状态可能是理解时间箭头和宇宙命运的关键。如果早期宇宙确实处于一个低熵的状态，那么从那一刻开始，熵就在不断增加。时间之所以有方向，是因为宇宙正在从那个特殊的低熵状态演化到这个高熵的当前状态。我们记得过去，是因为过去是宇宙较低熵的时期；我们不记得未来，是因为未来是宇宙较高熵的时期。但这种解释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为什么宇宙最初处于低熵状态？如果宇宙从一开始就是高熵的，如果熵一开始就已经很高，那么时间还会有方向吗？我们还会有记忆吗？这些问题触及了物理学和哲学的边界，是人类尚未完全理解的最深层问题。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可能为这个谜题增添新的维度，也可能彻底颠覆我们现有的理解。经过这么长的旅程，我们已经从物理学讨论到了心理学，从时间膨胀讨论到了记忆的形成，但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：时间与我们的自我意识有什么关系？当我们说我时，我们指的是什么？我们会想，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实体，在时间中保持着连贯性。我今天的我和10年前的我是同一个人。我有一个过去，积累了一系列记忆。我有一个未来，期待着一些可能性。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是自我身份的重要部分。但是，如果时间本身并不流动，如果过去、现在和未来都同等存在，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呢？一种观点认为，自我是一个时间上的过程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刻的我都与下一刻的我有因果联系，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链条。正是这个链条让我们能够说，我在成长，我在学习，我在变化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，自我是一种叙事，我们的大脑不断编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编织在一起，构成一个连贯的身份认同。当我们回忆过去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重述这个叙事；当我们期待未来时，我们是在扩展这个叙事。无论哪种观点更接近真实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：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与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。如果时间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我们的自我感也会随之改变。也许我们对时间流动的感知，恰恰是我们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的核心特征。时间对我们的影响，最根本的体现在生命的有限性上。我们都有一死，这是人类存在的最大确定性，也是最大的谜。
我们不知道死后是什么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所爱的人终将离我们而去，我们自己也终将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这种有限性给人生赋予了特殊的重量和意义。正是因为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才会珍惜当下，每一个选择都变得重要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在消耗我们有限的时间。我们花时间陪伴家人，追求我们热爱的事业，体验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，所有这些都因为时间的有限而变得珍贵。同样，时间有限也让我们面对死亡。死亡是生命的边界，它定义了我们可能性的范围。存在主义哲学家说，正是面对死亡的勇气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。知道时间有限，我们反而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的老师。时间让我们学会珍惜，学会放下，学会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。没有时间限制的人生，可能反而会变得空虚和失去方向。当我们理解了时间的这些深层奥秘之后，我们可能会问，这些理解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启示？也许最重要的启示是一种叫做活在当下的智慧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担心未来，回忆过去，我们为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焦虑，为昨天做错的事情后悔。但实际上，我们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的这一刻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无论我们如何后悔，都无法改变。未来还没有到来，无论我们如何担心，都无法预知。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当下时，我们进入了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状态。在心流状态中，自我意识消融，主观时间感改变，我们与手头的活动完全合为一体。这种状态被认为是人类幸福的最高形式之一。活在当下，不是要我们忘记过去或者忽视未来。记忆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，计划让我们能够实现目标。但是我们可以在记忆和计划的同时，依然深深地扎根于当下。当我们倾听音乐时，我们可以沉浸在音符之中，而不是焦虑地盯着时间。当我们与人交流时，我们可以真正地关注对方，而不是心不在焉地想着其他事情。时间可能是流动的，也可能不是。我们可能是被决定论的规则支配的，也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但是无论时间的本质如何，我们都可以选择如何度过每一个当下。这一刻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我们直觉中那种简单的均匀的流逝。时间的流逝速度取决于你的运动状态和你所处的引力场。时间的方向性可能与熵增有关，或者与宇宙的初始条件有关。我们关于过去和未来的体验，可能与记忆的形成机制和大脑的信息处理方式有关。也许时间并不是一个流动的东西，而是一种更加静态的结构。在这种结构中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以某种方式同时存在。我们的主观时间体验，那种时间在流动的感觉，可能只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投射，而不是客观现实的一个特征。但是这样想并没有让时间变得不那么真实，也没有让我们的体验变得不那么重要。
正是因为时间可能是有限的，我们的每一个时刻才变得珍贵。正是因为我们有记忆，我们才能成为有故事的人。正是因为我们有对未来的期待，我们才有前进的动力。无论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，它都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我们无法停止时间的流逝，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做很多美好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用时间来学习，来成长，来爱，来创造，来体验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。当我们躺下准备入睡的时候，夜空中闪烁的星光来自数百万光年之外，那些光在时空中穿越了漫长的旅途，才最终到达我们的眼睛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星光的画面都是过去的画面，是那些星星很久以前的样子。但是那些遥远的光也是真实的，它们穿越了时间，穿越了空间，最终来到了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了宇宙的美。这种美，无论它来自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是真实的。所以，让我们不再为时间的本质而困扰，不再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，不再为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。让我们把注意力带回当下，感受呼吸的节奏，感受身体的重量，感受夜的安静与平和。时间可能会流逝，也可能不会，但是你此刻的安宁与平和是真实的，是属于你的。晚安，愿你有一个美好的梦。